费劲。如果有我的揉面机和烤面包机就好，有了这些宝贝，才能解放双手。哎，小绿，炸鸡的火度小一点啊！还有，别忘记放入我秘制的炸鸡粉哦。小姐，你的炸鸡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啊，不对，我怎么晕了？宋媒婆，我听说李太守都40、50岁了，小姐嫁过去，怕不是为了什么都好，总之小姐嫁过去不亏，给了云家不少好处的。这云家人把卖女求荣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我可是要当影后的女人，不能陪他们浪费时间给死老头冲洗。殿下，二皇子的人把无极大师找到那阴骨稻草，说是没有阴骨，您体内的玄蛊虫恐怕就……追！是。殿下，阴骨就在此。是他。小姐，说了不用陪我来上表演课，都申请退学了，就要好好休养，把身体调养好才是你的首要任务。累了就趴下睡一会儿。我不累。3、2。哦，好，听老婆话，长命百岁。我的首要任务，明明是再多看你一会儿，就一小会儿。你就在我眼前，曾在我身边。老二已经连你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都要用上了，把阴骨交出来，留你全尸。阿锦，他已是阴骨的宿主。阴骨的宿主是什么？无极，你可有话要讲？恭喜殿下，阴骨已经寄生在刚刚那位女子体内，如今只有与那位女子交合，才能化解你体内的阳蛊，长命百岁。但您一旦和宿主距离过近，神智恐怕会受到蛊虫影响，对其产生亲近之意，恐乱您心智，还望殿下多加小心。殿下，您原是8位皇子之中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，若不是中了蛊毒，恐怕皇上早已让您继承皇位。如今劫蛊在即，却又横生变故。无妨，那就找到此女。不知此女有何特征，属下好尽快找到。今日她大婚。恭喜！定北王殿下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竟肯赏脸驾您下官的新婚宴？新娘在何处？啊？回殿下，
剑内云浮和下官拜完天地之后啊，就回卧房了。哦，容下官为殿下接风洗尘。1000两，2000两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老公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就来找你。唉，有了这些，就不用担心离开李府没钱花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他果然不记得我了。你怎么了？如今只有与那位女子交合，才能化解你体内的阳骨，长命百岁。但您一旦和宿主距离过近，神智恐怕会受到蛊虫影响。嘴下留人啊！等一下，我没有话好好说。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？如果你是要劫财的话，我们可以5分的。你如果是要劫色的话，劫色的话，你刚才对我做的事，那可是私婚，在古代，私婚可是重罪，你必须得3媒6聘8抬大轿将我迎娶进门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那我就他就算不记得我了，他也不会真的要杀了我吧？我就好啊。你要名分，那明日我便去云家提亲，将你风风光光的迎娶进门。那你可得早点来。对了，你以什么身份提亲？我家人一心想拿我讨好太守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答应的。明日提亲时，你自然就知道我是谁了。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只要您与此女子同房，化解了蛊毒，那么登基之事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。不过，臣不得不多嘴一句，您的阳骨天生克耗阴骨，他已然是宿主，一旦同房，定会严重损伤他的体魄，轻则沦为残废之躯，重则他会命丧黄泉啊！那就给他风光大葬。非死即残，既为我定北王妃，自当寻遍天下良药救治。殿下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臣自当竭尽全力，但此蛊过于凶险，若到万不得已之时，还望殿下以大业为重。你这个伤风败俗的逆女，竟然还有脸进入我云家大门！你超雄啊，动不动就动手打人。如果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才不会踏入云家大门呢。妹妹，你在新婚之日当着新郎官的面爬上了野男人的床，如今还被夫家给退了回来，品行如此淫乱，简直是把我们云家的脸都丢尽了。你嫌我丢人？我还没陪你们卖女求荣呢，还在我面前装正义使者、道德卫士。李太守可是朝廷命官，你嫁进了李家，可是享福气了。这天大的福气，有什么可不乐意的？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你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李家，负荆请罪！我不去。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今日回来就是要等我要嫁的男人来云家提亲的。你们爱等就等，不等就别在这儿多嘴。这死男人怎么还不来？如今也只能靠他才能彻底离开云家了。
幼女云凫新婚夜里与外男苟合，不知廉耻，有辱门风。按照我们云家家规，处以沉塘处置，以警后人。你们来真的？你听我说，他承诺过的，今日一定会来提亲的，到时候一定会给云家一个名正言顺的交代的。住口！一个没钱没权的狂土，也配来我云家提亲？你以为什么样的男人都能做我云家夫婿吗？要知道，你姐夫乃五品工部员外郎，效力于当朝之中权力滔天、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定北王殿下。不错，总不能因为这个不顾家风的贱人，而脏了我们在定北王殿下心里的声誉，而毁了我们大好前程。父亲，赶紧把这个小贱蹄子进猪笼，沉塘。放手！我是被冤枉的，老公，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被抓去沉塘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未婚夫杀人如麻，你要是敢杀我，他一定不会饶过你们的。你还敢提那个野男人？我看谁敢动他！定北王萧瑾，借黄金万两，白银1000两，玉器500件，良田300亩，前来求娶云家幼女云凫为妻。他是八皇子定北王萧瑾。什么？她就是全京城女子的春闺梦里人，权倾朝野的定北王殿下。不知定北王殿下驾临寒舍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殿下恕罪。他竟然是定北王！谁给你们的狗胆子，敢对本王的王妃大呼接？王妃，你真的是八皇子，就是他们说的定北王萧瑾。都说定北王殿下清心寡欲，府上一个侍妾都没有，怎么偏偏就看上了云凫这个小贱蹄子？而且定北王是最有可能继承大统的，那云凫日后岂不是就能当皇后了？当皇后？不是吧？我演皇后的表演梦在这里实现了。本王今日前来，本是要给你们云家送聘礼，迎娶云凫，谁知你们竟敢欺辱她，欺辱本王王妃，该当何罪？殿下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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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草民不知您要迎娶她为正妃呀！殿下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对王妃不敬。赵林，把他们拖下去，进猪笼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阿福，求求你，给爹说个情吧！殿下，他们毕竟是我的家人，血浓于水，我求你放过他们吧。哼，求我？你的诚意呢？我去，他撩我！你想怎样？淡定，要淡定。说了要娶你，回府完婚。我的诚意。奔向有你的世界，余生许下的誓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，再重来一次，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。哇，萧瑾，西装好适合你啊！
他们都说定北王殿下权倾天下，想入定北王府的女人成千上万。你为什么要娶我啊？追寻着你身影斑驳痕迹。您要化解阳谷，只需与他春风一度即可，又何必娶她为妻呢？殿下，您是否对她生了旁的心思？一定是受了蛊虫的影响，否则本王怎么会对一个民女产生了想法？无稽之谈。若如你所说，事成之后，她因此事留下残疾，一位失了名节的弱女子又如何自处？她若殒命，定北王妃的身份还能周全她身后事。总之，此事本王理亏在先，只不过是给她小小的补偿罢了。因为祝贺八弟弟妹新婚大喜呀！这是……哎呀，弟妹怕是不知道吧？我八弟他天生活不过30岁，你嫁给他，不是冲喜，是陪葬。小姐，你是病人萧瑾的家属吗？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，即使积极配合治疗，也很可能活不过今年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天下人都说我八弟将来龙袍加身，剑错登基，可你有所不知，我八弟虽文韬武略，但他体内阳骨已是无解，注定活不过30岁。所以将来登基的皇子必不是他，是我。为什么这也是你？今日弟妹新进门，兄长就送你们一个痛快的解脱，祝二位黄泉路上新婚大喜！小姐，小姐，爸，阳谷怎么偏偏在这时候发作？一个将死之人娶妻做什么？白白浪费这么好的美人。我八弟他蛊毒入骨，必死无疑。你若改嫁本王，本王将来剑座登基，你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你是否愿意弃暗投明？王妃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阿姐，阿锦，你是否愿意现在与我结为夫妻？从此刻起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顺境还是逆境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将携手共度余生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我愿意。繁花开落多少遍，这一世间我又后悔了。纠结触动了心弦，我不要现在的富贵名利，也不要什么星途坦荡，我只要你健康。留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一寸土，一年木，一花一树一滩土，今世中爱便开在迷途。望前路，望旧物，望心，望你，望最初，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。皇天在上，后土为证。我云浮驾驭萧瑾，今日一诺生死契阔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云浮是萧瑾3媒6聘娶来的正妻，礼仪继承，我这辈子就都是他的人了。而你所说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我云浮不稀罕。你个贱人，白给的富贵不要，不识抬举。
听闻二皇子为了争夺皇位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贿赂百官，横征暴敛，弄得民不聊生。而萧瑾即便有疾在身，依然文韬武略，治国有方。就你这样贪婪且无能的废物皇子，有什么资格能与他相提并论？你找死！小姐，你不能杀我，我是你二哥。聒噪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姐姐，殿下！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你能不能带上我啊？王爷阳谷发作太猛，伤势严重，需要去寺里静养，怕是要过几日才能回府。哦，这是我刚炖的鸡汤，秘制鸡汤，大补的，你带着吧。王妃，这汤汤水水的，带在路上碍事儿，何况在京城里，到哪儿都有卖鸡汤的。带着吧。是。哎，嬷嬷，他们都说王爷中了什么蛊毒，可有办法医治啊？王妃，您有所不知，王爷就是为了治病活命才娶您为妻的呀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呀，您是阴谷的宿主啊。大师说了，只有跟您圆了房，王爷才能化解阳蛊，长命百岁，顺利登基。啊，这是什么不正经的蛊毒啊？那也就是说，我和王爷那个了，他不但能健康长寿，还能顺理成章登上皇位。正是，王爷有您这样一位王妃，是王爷之幸，也是天下之幸啊。这样就能救他了吗？如果当初萧瑾的病也有这么容易治就好了。殿下，您这蛊毒已经攻入心脉，状况十分凶险，您必须尽快跟王妃圆房，即使这会危及其性命，否则您恐怕就要大限将至。皇天在上，后土为证，我云服驾驭萧瑾，今日一诺生死契阔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云服是萧瑾3媒6聘娶来的正妻，礼仪继承，我这辈子就都是他的人了。上次让你寻其他方法，可有找到？臣自当尽力，保王爷王妃2人无恙。可王妃不过一介民女，命比鸿毛，而您是必将继位的真龙天子，命比泰山。他这一死，救的不仅是您的性命，更是为了江山社稷、百姓万民啊！殿下，你找不到就再找。这几日见他闷闷不乐，去库里寻些珠玉，他向来喜欢这些。不过库里的金银藏品太多，总要拣选一些才是。您想要什么样式的？让他挑吧，只要是他喜欢的。王妃，王爷说婚礼那日筹备不周，所以多送些聘礼给你作为补偿。这1001件才配得上王妃您的体面。这些啊，都是库里珍藏的宝物，喜欢哪一件您随便挑。金玉珠翠虽好，但我并不喜欢。我只要他能够好好的活着，就够了。王妃，这些也是王爷的心意，您就都收下吧，不然王爷他会责怪卑职的。如果当初有这么多钱，他就不用和我一起挤又脏又乱的地下室了。恭喜殿下，终于寻得阴谷。我等随殿下多年，鞍前马后，披肝沥胆，如今终于能亲眼看着殿下登上皇位了。虽说那女子或许会因此香消玉殒，但得以正妃的名分，在定北王府风光大葬，
连陪葬品都价值万金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明明找到了解药，解毒之后再无后顾之忧，可心底里却并没有那么高兴呢。都说定北王府的白眉也是京城一绝，可惜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眼福。传闻向花树许愿，能为心悦之人求得富贵平安呢。哎，姐姐刚才在许什么愿啊？不对，这也太没诚意了。好像是王妃院子里的方向。问世间转过多少流年，才会有一次残。希望神佛有灵，保佑萧景这一世健康长寿。神佛在上，星女云服有愿相求。新婚不久，夫君重病缠身，且在庙堂之上斗争险恶。夫君内有痼疾搓磨，外有豺狼环伺，星女心中担忧至极，却无力匡扶一二，遂在此奉上万金香火，求告神佛。一愿夫君健康长寿，无病无灾；二愿夫君与世无争，事事平安；三愿我与殿下举案齐眉，白头到老。而你在眼前，怎拂去眷恋？问世间转过多少流年，才会有一次擦肩。殿下，是臣无能，未能找到万全之策。可殿下，眼看陛下就要大限将至，其他几位皇子早已在城外备好军马。你若再不与王妃同房解毒的话，臣恐有碍您顺利登基啊！本王知道。殿下，成大事不拘小节，你向来杀伐果断，怎会为了儿女情长而置您的生死安危于不顾啊？您带着兄弟们卧薪尝胆10年，历经艰险，如今终于能得偿所愿，不仅获得这救命的解药，更是能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。殿下，切不可因为一介女流，就将这10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啊！殿下，兄弟们追随您出生入死10年，就盼着您荣登帝位的这一天。如今您却为一介女子心留妇人之仁，陛下，其余诸子皆心术不正之辈。这万里江山若拱手他人，只怕有天下大乱，置万民于水火呀！属下以死相见，求殿下以大局为先呐！属下以死相见，求殿下以大局为先。殿下决心守一人而弃江山，为一女子殒命今夜，那我等也不能苟活。承蒙殿下提携数年，数10年身先士卒，这黄泉路上，我等已先行一步。够了！好，好。殿下，您回来了。王夫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。小姐，这次我一定要救你。我已经知道了，只要和我圆房，就能救你的命。
阿姐，我们那天还没有喝交杯酒。好。看人间烟火，欣赏就不得。这一程一程，恍若一朝暮。他这一死，救的不仅是您的性命，更是为了江山社稷、百姓万民啊，殿下。一杯和酒，一世情深，同甘共苦，比翼连枝。愿一次相拥，换百年孤独。别是我今生最好的归宿。纵天下一旦同房，定会严重损伤他的体魄，轻则沦为残废之躯。重则他会命丧黄泉。我云浮是萧瑾3媒6聘娶来的正妻，礼仪继承，我这辈子就都是他的人。照成了夜幕，雪落了白。医愿夫君健康长寿，无病无灾。您必须尽快跟王妃圆房，即使这会危及其性命。2愿夫君与世无争，事事平安。属下以此相见，求殿下以大局为先。3愿我与殿下举案齐眉，白头到老。新婚夜，你哭什么？与心上人新婚，喜极而泣。新婚而已，往后我们还有漫漫余生呢。殿下，杜婉婉杜小姐在门口，她说非要见您不可。杜小姐，她是谁？小姐，今晚可是我们的新婚。改日吧。今晚本王护爵抱养。杜小姐究竟是谁啊？萧瑾为了她连毒都不接了，难道是他喜欢的人？怎么本小姐一来，景哥哥就出去了？快说，他去哪儿了？本小姐要见他。杜小姐，王爷让老奴转告您，他说已经娶了妻室，让您以后不要再来王府了，免得王妃误会。什么？他何时娶的妻啊？本小姐可是皇上钦定的定北王正妃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小贱蹄子，居然敢跟我抢景哥哥。殿下，您的蛊毒已显出死相，臣只能违背天道，用借寿之法为您续了7日的阳寿。不过，您不是决定今晚与王妃圆房了吗？怎么又改变了主意？7日之内，找到能让云浮活下去的办法。殿下，您是对王妃动情了吗？是又如何？阴阳结合，必有一伤。一旦圆了房，王妃就必定会有性命之忧，阴蛊会扰乱阳谷宿主心智。还望殿下三思，只要殿下蛊毒一解，便会发觉所谓情义不过云霞遮掩。无极，我的麾下从来不养闲人。明白。近日臣发现了一个办法，只是过程十分凶险。哎，听说昨夜王爷未行房就走了，一夜未归，这床铺上连落红都没有，怕是真的了。你还没听说吗？皇上把皇后娘娘的亲侄女，也就是杜婉婉小姐，指婚给了王爷。王爷定是为了杜小姐才不肯碰她的了。怪不得呢，这杜小姐不仅和皇后同宗，与王爷也是青梅竹马。我要是王爷呀，一定也会为杜小姐守身的。难道我来晚了吗？这一世
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算了，婆婆也没说过这一世他还会爱上我。只要他健康平安，就算心悦他人，也比上一世好得多了。你回来啦？怎么不好好陪陪那位杜小姐？幼年相识而已，我跟她没什么。我跟他没什么，渣男。没什么，连新婚之夜都抛下了，还真是没什么。阿福，你别多心。昨夜本王并不是去见什么杜小姐，此事说来话长，待本王7日后回府，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7日后，王爷要去哪儿？阿福，你就安心在府里等着。奇怪，他这是去哪儿？皇后娘娘，您可要为侄女做主啊！昨夜侄女去定北王府找景哥哥，却听说他居然已经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狐狸精成婚了，只知道叫什么云浮。娘娘，他居然敢勾引景哥哥，夺走您侄女的正妃之位啊！什么？你可是本宫的亲侄女，是皇上亲自下旨赐婚给八皇子的正妃。云浮，连个名字都没听过的野丫头，竟敢如此放肆，欺到你的头上！张公公，这是皇上为你俩赐婚的圣旨，你这就拿着，回到定北王府去，夺回正妃封号，顺便给那丫头一点教训尝尝。婉婉，多谢皇上、皇后娘娘赐恩。哼，云浮，有圣旨在手，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殿下，这便是回天雪莲的种子。据古书记载，这回天雪莲有固三魂、稳七魄的奇效，若能在同房前让王妃服用，便能保她无恙。太好了，有了此物，我和云浮便都能活下去了。不过，要想这回天雪莲开花，必须得以真心之人的心头血浇灌滋养，整整7日，不可间断。心头血，既然这雪莲能救阿福的命，剜心取血又有何妨？拿刀来，本王要取血。殿下，万万不可呀！这取心头之险本就凶险万分，况且还要连取7日，您千万不能为了救王妃，弃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啊！是啊，殿下，即便您愿意用心头血滋养这回天雪莲的种子，但7日过后，它是否能生根长出雪莲，还要看献祭人的诚心和缘分。若缘分未到，不仅救不了王妃，还会严重损伤您的身体。殿下，册封储君一事已迫在眉前，万一取血出了什么闪失，您这10余年的功绩与心血，可全都功亏一篑了。你们随我出生入死10余年，应当比我更明白，成王败寇绝非坦途。若说我萧瑾是天命所归，那这一次，天命也一样会站在我这里。本王心意已决，拿刀来。越过死深海无言，却隔岸。想入定北王府的女人成千上万，你为什么要娶我啊？划过我指尖，悄然拨动了心弦。恍若故人，却又隐忍
执念。情字尽头无所求，皆自然。王妃，不好了！杜婉婉小姐硬闯进门，而且还穿着喜服，带着嫁妆进来。你就是杜婉婉？大胆贱妾，见到我们定北王妃，竟敢不行参拜大礼！你是定北王妃，那我是谁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守之女杜婉婉，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，与定北王萧瑾可谓佳偶天成。为承佳人之美，特将杜氏之女杜婉婉许配给定北王为正妃。钦此，怎么样？听见没有？圣旨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才是瑾哥哥的正妃，而你一个出身卑微的女人，还妄想攀定北王府的高枝儿，哼，做梦！哟，看妹妹这脸色，心中似有怨怼，难不成你还想抗旨不遵吗？不敢，只是这赐婚圣旨理应由殿下来接，不巧这几日殿下外出，妾身也无权替他做主。无妨，原本这圣旨就是瑾哥哥向皇上求来的。你说这圣旨是萧瑾求来的？好你个萧瑾，还没成事就开始过河拆桥了。我们杜小姐和定北王那可是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她才是王爷名正言顺的正妻。像你这种小门小户的二嫁之女，连做个通房的丫鬟都不配。好啦，既然本王妃已经进门了，那这定北王府的正房也该由我定北王妃来住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收拾你那些破烂，滚出本王妃的卧房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这些都是我的私人财产，你这样是犯法的。哎呦，姑奶奶，这可扔不得，这是王爷的贴身之物，一直珍藏着，连一根线都弄坏不得。你要是把它弄坏了，等王爷回来，你就是10个脑袋也不够掉的。这手帕上竟然绣着一只彩蝶。王妃，您的小字中就有蝶字，而这块手帕又是殿下的心爱之物，可见殿下对您早就用情至深，平日里都是拿着这块手帕睹物思人呢。喂，你看见没有？王爷平日里对我日思夜想，这才特地将这只彩蝶绣在了他贴身的手帕上。我不管你是用了什么狐媚手段勾引王爷到了床上，但在王爷的心里，我才是他深爱的正妻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。这手帕我见过萧瑾戴在身边，萧瑾，你大爷的！竟然还想坐享其人之福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也敢鸠占鹊巢，还不赶紧给本王妃滚出王府！我好歹也是萧瑾8抬大轿娶进来的正妻，想让我让位，除非你让萧瑾亲自给我修书一封，我就不信萧瑾在没解毒之前会赶我走。好啊，你还敢赖着不走了？皇后娘娘驾到！趁着瑾哥哥不在府里，正好能借着皇后的手弄死这个鸠占鹊巢的小贱人。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你就是八皇子领回来的那个女人，市井小户出身，还是个2嫁的弃妇，就敢染指定北王府王妃的位置，不光是丢尽了萧家的脸面，更是让你母族蒙羞。2嫁怎么了？又不是嫁给你，满脑子的胡椒。婉婉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莫怪婉婉来迟，实在是这手上的烧伤疼得厉害，婉婉光顾着上药，这才误了拜见皇后娘娘的礼数。哟，快给本宫看看。婉婉，你这手怎么烧成这样？娘娘您还是别问了，就当是婉婉自取其辱吧。
本宫在此，还有谁敢害你不成？快说！是云福，云福他不满圣上的慈恩，还对我心生妒恨，烧毁了我与王爷的定情信物。我生怕辜负王爷的深情，硬生生从火盆里取出信物，这才烧成了这样。你胡说！这手帕明明一直在你手里，我根本就没碰。你胡说！这手帕明明一直在你手里，我根本就没碰。本宫面前还敢顶嘴？跪下！正妃说话，也轮得到你一个外室插嘴？本宫知道你使些下流手段魅惑了定北王，没想到你比我想的还要嚣张，还要恶毒。就因嫉妒婉婉的王妃之位，就对她极尽的侮辱虐待，甚至烧毁她二人定情信物。你若想活命的话，就从这里滚着离开定北王府。我不能走，我还要给萧瑾治病。只有跟您圆了房，王爷才能化解阳蛊，长命百岁，顺利登基。回娘娘，我自知身份低微，配不上王爷，但是我与王爷有一事未了，在王爷回府前，我绝不离开。真没想到，只过了短短5日，这回天雪莲竟长出了花苞，真是千载难逢。可见殿下心中一片赤诚，定能得偿所愿。殿下，你已经连续驱邪5日，已是元气大伤，再这么下去，恐有性命之危啊！本王的身子，本王清楚，不必你说。不好了，殿下，王妃在府里出事了。什么？我与王爷还有一件私事未了，在王爷回府前，我绝不会离开。娘娘，你看他，一个外室，仗着自己有几分下流的本事，就死皮赖脸的赖在王府不走了。看来婉婉这辈子注定是当不了王爷的妻子了。与其这样被一个外室羞辱，不如现在就以死明志。哎，你是本宫的侄女，更是皇上为定北王府钦点的王妃，怎能让一个外室骑到头上？好，你不是不滚吗？从今往后，你想滚也滚不了。今日，本宫就要替王妃做主，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懂规矩的贱人。来人，给我上刑罚！你是王妃，管束姬妾是你的职责，理应由你来亲自管束，教教这个贱人规矩。婉婉，你来上刑罚。既是皇后娘娘懿旨，婉婉无有不遵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吕家之罪，我于府不认。小贱人，等我把你打得皮开肉绽，看你还怎么勾引景哥哥！小姐救我！敢动本王的王妃，找死！萧瑾，婉婉可是皇上指挥于你的正妃，而她只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侧室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外室如此欺辱你的正妃！不知母后是从哪儿道听途说，阿福是本王的外室，她是我的正妃。景哥哥，婉婉知道你是一直心悦于婉婉的，你看看你一直贴身珍藏的这只帕子，上面绣的这只蝴蝶，不就是拿来思念我的吗？只可惜，我们的定情信物被烧成了这样。谁烧的？谁烧的？是本王再问一遍，是谁烧的？是元福，明明是你自导自演。殿下，我虽然自知出身寒微，不配争这正妃之位，但我也绝对不会做出插足别人感情的事情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绝不纠缠。夫人以为这是我和杜小姐的定情信物，不然呢？景哥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夫人，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这是你我初见时的信物。难道是那天？这是你和我之间的定情信物。他竟然把我和他出狱的信物贴身携带，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小姐，你简直胡闹！
景哥哥，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不要以为今日母后在此，本王就会顾及情面迁就于你。他才是本王明媒正娶的正妻。至于你，本王从未对你动情，是你一厢情愿，一意孤行，还来本王的府上，折辱本王的王妃。娘娘，你看她放肆！我不知道这女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但赐婚圣旨在此，命婉婉与你即刻成婚。这贱人不懂事，难不成你也要抗旨？哼，赐婚？哼，赐婚？看清楚了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，命你即刻与婉婉成亲。本宫劝你，最好赶紧休了这个上不得台面的贱人，立婉婉为正妃，免得触怒圣上的天威。你怎敢扔掉你父亲的圣旨？大逆不道！你别冲动，这可是圣旨。父皇真是老糊涂了，连圣旨都能比误。那儿臣就请母后转达一下父皇，请他再替我拟道圣旨，赐云孚为本王唯一的正妃，此生此世绝不再娶。我责怪小姐了，她居然能为我做到如此地步。好啊，你不光扔掉你父皇的圣旨，还让你父皇重新拟一道圣旨，给你和这个贱人赐婚。你这逆子，你是要反吗？也罢，念在父皇年迈病重，儿臣也不好去叨扰父皇，那就等哪天儿臣登基，朕亲自为云孚下旨。反了天了！本宫这个皇后在此，你都敢如此不听管教，大放厥词！皇后，您现在是皇后，只可惜父皇他命不久矣。您到时候就不是皇后了吧？他才是。赵琳，送客。请吧，杜小姐，皇后娘。哼！云孚这个小贱蹄子，到底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让八皇子对他如此鬼迷心窍，连皇家的体面都不顾了？娘娘，景哥哥他以前从不是这样的，他的眼光那样高，怎么可能会看上云孚那种出身下贱的二家女？娘娘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蹊跷。张公公在，你去给我好好查查，云孚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底细？是。八皇子定北王萧瑾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想不到啊，朕等到临死前这一刻，老大和老七还是一群碌碌无为的酒囊饭袋，唯一能担得起这帝王之位的，也只有老八你了。可是很快就是你30岁生辰了，你这蛊毒……请父皇放心，儿臣已经找到解药，这几日便定会痊愈。儿臣定能接任大统，与江山同岁。是吗？也罢，朕的时日也不多了，今天便立下这传位密旨，签订你为储君。只要你能活过30岁的生辰，这密旨自会生效。可若是你活不过30岁的话，这把龙椅就只能由别的皇子来坐了。儿臣明白，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。殿下，大师给您续了7日寿命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。今日皇上病危，连遗诏都传给了你，登基已是迫在眉睫。您与王妃
可要尽快接骨啊！再等等，只需1日，回天雪莲便能盛开了。我一定要让阿福跟我一起活下来。偷偷藏什么呢？不给你看，给本王看看。不给你看，不给看，不给看，本王可就……好，好，好，那我给你看了，你不能笑话我。本王怎么会笑话你呢？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不准撒谎，否则我就离家出走，走得远远的，让你再也找不到。什么问题？你在你心里，我究竟是治病的解药，还是厮守一生的妻子？什么问题啊？你在你心里，我究竟是治病的解药，还是与你厮守一生的妻子？小锦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到底是不是出自真心，还是你只拿我当治病的解药？阿福为什么要问这个？难道他心里已经有了猜疑？看来还是得尽快弄到回天雪莲，这样我和他才能长久相守。阿福，本王不会因为解药而迎娶王妃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父皇他已经下诏将皇位传给我了。待我和你圆房之后，过了30岁的生辰，我便能名正言顺继承大统了。而你也不只是我相伴一生的妻子，更是将来母仪天下的皇后。他果然对我是真心的。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皇上，我也不求成为什么皇后，只要你健康平安，我们相伴一生就足够了。所以刚刚偷藏什么呢？什么事连夫君都不能看的？这个是为我们准备的，不过我刚学刺绣，所以……喜帕。他们说新娘子亲手绣的枕巾铺在枕巾上，与夫君同榻而眠，便如交颈鸳鸯。古人云：“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年修得共枕眠。”寓意着夫妻情深，白头偕老。阿福，今日父皇垂危，传位在即，难免事务繁重，耽误了跟你同房之事，难免冷落了你。等我料理完这些事，我们便能朝夕相处了。好。皇后娘娘，云凫就是阴谷的宿主。什么？皇后娘娘，云凫就是阴谷的宿主。什么？云凫竟然是阴谷的宿主？萧瑾这小子，瞒得还真是密不透风。可就算他体内的阴骨能救瑾哥哥的命，那又如何？还不是一个出身下贱的2家女。何况他圆房之后必死无疑，瑾哥哥拿他当解药也就罢了，又何必娶她为妻呢？为了这个女人，萧瑾竟然不惜剜心头血来浇灌雪莲，看来他对这个女人是动了真心了。娘娘，我也想要瑾哥哥健康长寿，可若是瑾哥哥对那贱人动了真心，日后还要把她娶进家门，百般维护，那我怕是这辈子都做不了皇后了。娘娘，本宫倒是有一计，能弄死那个贱人。等他一死，你的机会自然来了。你看，此事如此者，我到底上。成了，这回天雪莲丹炼成了。这丹药的成色出奇的好，可见殿下对云凫小姐一片深情啊！太好了，云凫的命终于保住了。殿下，昨夜先皇驾崩，您这7日的寿数也已告捷，继位之事迫在眉睫，
你还是尽快跟王妃结骨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偷偷调换了真正的雪莲丹。云福，吃了那颗假的雪莲丹，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他的妻子只能是我，杜婉婉。哼。江南红豆树，一叶一相思。红豆尚可尽，相思无尽时。看来我还是有点刺绣天赋的嘛。王妃，王爷恢复了。真的？你不在王爷身边护卫，特意跑一趟告诉我吗？王爷说，今夜便是你与他的洞房花烛宴。王爷让王妃先把这个吃了。这是？王爷说，这是滋阴补肾的补药，于房中之事也大有裨益。不正经。王妃，该沐浴梳妆了。人民灼热的眼眶，几种年一缕月光，陪你路遥看夜城。哎，嬷嬷，给我吧，我来准备。烽火狼烟淡了斜阳，曾无悲愁为只看旧人无恙。玄阳内经，是大师给他看病的书。重阳谷之人，命不过30，唯有阴谷才可克制。倘若阴谷以人为宿主，方可与之同房才根治。然则阴阳相克，同房之事对阴谷宿主损伤极大，轻则沦为残废，重则命丧黄泉。王妃，王爷说婚礼那日筹备不周，所以多送些聘礼给你作为补偿，这1001件才配得上王妃您的体面。若能得其这些，财富无山，则疗愈之效更佳，可保有世无虞。赐云福为本王唯一的王妃，今生今世绝不再娶。而你，也不只是我相伴一生的妻子，更是将来母仪天下的皇后。此去有万般艰险，九死一生，你真的？我愿意的。原来，虽然你是小姐，但已经不再是属于我的小姐。只是需要我救你的命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明明知道，为了你，我根本不在乎这条性命。阿福，阿福，小姐，你怎么能？我这是怎么了？身上怎么这样燥热？小姐，明明都已经欺瞒我到这个份上，为什么还要给我下这种药？我一介无权无势的弱女子，也值得你忌惮至此吗？这一世的确是注定的九五之尊，够多疑，也够无情。阿福，今夜过后，我就要登基为帝了。
而你，则是至高无上的皇后。这样也好，明天你荣登尊位，我也死而无憾。给我一生闪烁的风景，我这一笔转命运，此生无畏天意，想你我那最初的相遇，刻在心底。王妃云氏，与朕相识于结发，生死与共，恩爱不渝。擢册封为后，为6宫之主，天下第一。情深所至，再不另娶。小姐，其实我已经比曾经幸运，至少这一次还能救你。阿父，朕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，朕会用一辈子来补偿你。陛下，卯时将至，该准备登基大典了。陛下，皇后娘娘也该更衣梳妆，准备封后大典了。阿父太累了，让他再睡会儿吧，晚点叫他也不迟。是。皇后应当梳妆完毕了吧？派朕的龙辇去迎接。朕要和皇后同乘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皇后娘娘她出事儿了！阿父，她怎么了？娘娘她……说怎么了？娘娘她是变天了！明明吃了回天雪莲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阿父，阿父，醒醒！朕来了，朕来了！朕知道你性子顽劣，爱同朕开玩笑，你先起来，朕既往不咎。阿父，阿父，陛下，出去。皇后只不过同朕开了一个玩笑。阿父，阿父，阿父，你不是说过要和朕白头到老的吗？你为什么食言？醒醒！你不是说过让我放过你的家人？朕现在就下旨，让袁家所有男子都加官进爵，女子都封为诰命，好不好？陛下，出去！您的古都刚劲，不宜过度悲伤，还望陛下以龙体为重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让皇后娘娘安歇上路吧。阿父，你说过要与朕白头偕老。陛下节哀，时辰不早了，文武百官都还在等着陛下登基大典呢。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皇上，我也不求成为什么皇后，只要你健康平安，我们相伴一生就足够了。皇上，您才继承了先皇大统，朝上还等着文武百官，您肩上还肩负着江山社稷。传朕口谕，
皇后昨日偶染风寒，凤体抱恙，封后大典暂缓。再以轻骑快马赴兰阴寺请无极大师，为皇后看病。是。曾辗转招募人间，难两全。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她天魂已离，阴魂已散，臣实在是无力回天了。一愿夫君健康长寿，无病无灾；二愿夫君与世无争，事事平安；三愿，如果殿下真的是他，我愿与殿下夫妻恩爱，白头到老。殿下，阿福，皇上，您想了？阿福呢？太后见您悲痛过度，皇后娘娘又不能停灵太久，所以就命礼部的人操办了皇后娘娘的丧仪。娘娘的遗体现在已经停在皇后陵了。谁允许的？朕要去见她。杜小姐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云福，没想到你竟然让景哥哥给你修了这么大的皇后陵。这皇后陵园就是为了云皇后所建。说起来，这云皇后也是个可怜之人。定北王殿下刚刚登基为帝，她就没了。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这小的奉命在这守护皇后娘娘。本小姐让你滚！云福，敢跟我抢景哥哥，我让你死不安宁！哼！来人，把云福的尸体丢到乱葬岗，喂狗！阿福呢？朕的皇后呢？景哥哥，皇后娘娘已经妥善安葬了。棺椁已合，陪葬品也随娘娘一起。皇上，您就让娘娘入土为安吧。昨日娘娘走后，您就一夜白头。就算娘娘在九泉之下，也能看到您对她一往情深。现在就算您把棺椁劈开，娘娘也不能死而复生啊，皇上。三愿夫妻恩爱，白头到老。夫妻恩爱，白头到老。我已与阿福共白头了。皇上，卑职有一事不明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之前无极大师讲过，服用回天血莲，皇后娘娘便不会有事。可如今昨日陛下大痛，我等忧心龙体安康，无暇多思，今晨例行述职，卑职想着前来禀报。昨日似乎看到有人偷偷潜入无极大师房间，其中恐有蹊跷。立即查明，不得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如若皇后死另有蹊跷，朕定有的血债血偿。陛下，属下带人严密搜查，从莱茵寺到各府各院，最终在杜甫杜小姐房间内找到了这个。这是血莲丹。
是，属下已经查明，在无极大师之前，他便偷偷调换了真正的血炼丹，所以无极大师给您的血炼丹是假的，而皇后娘娘也正是因为服用假的血炼丹，所以那个贱人现在在哪儿？秦哥哥，你已经登基为帝，成了这江山的主人，不过是死了一个云符，值得你为他一夜白头吗？大胆！皇上面前，岂容你放肆？还不速速认罪！哼，我杜婉婉何罪之有？要不是因为云符那个贱人，我现在早就是这东宫的皇后了。虽然他们都说你活不过30岁，可我还是求着先帝，求着太后娘娘，求他们把我嫁与你做妻。30岁后你不在了，我已做好了为你殉情的准备，无怨无悔。可你呢？现在却为了云符那个贱人，辱我，弃我。我杜婉婉爱了你10年，我怎能甘心？更何况，不是也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让他死的准备吗？传朕的旨意，杜氏一族满门抄斩，杜婉婉五马分尸。来，把药喝了。婆婆，别看了，先喝药，药凉了就不好了。为什么你会在这儿？为什么？你命大，本来是必死无疑的事儿，结果阴谷离体前，你已中了一味剧毒，本该殒命，阴谷却发挥作用，吊住了宿主一口气，只是脉息全无，肢体僵冷，宛若死去。原本若是这期间你被人下葬，那即使几日后药性化解，你再次醒来，也不过是被活埋地下，继续等死罢了。谁知你被人扔在了乱葬岗，还好我路过，把你捡了回来。不过你别怕，现在就安心的在我这里住着。没错，一旦圆房，阴谷宿主非死即残，萧瑾又怎么安心我残了而非死了？这样步步为营，还要费尽心机再送我一枚毒药，真是可笑。这事儿我也有责任，没有和你把风险说清楚。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就等于一切重来。他既是他，也不是他，不但不会记得你，也未必会爱上你，甚至还会伤害你。原来如此吗？哎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刘大夫，姑娘，恭喜啊！你也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身孕啊！我竟然怀上了萧瑾的骨肉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去给你抓保胎药，你好好休息，别再折腾了啊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皇上已经下旨处决了杜氏一族，据说是杜家长女杜婉婉设计害死了先皇后，直接被诛了9族啊！这我当然知道，我还听说自先皇后病天以后，皇上便一直住在定北王府，不肯搬至皇宫，甚至还下旨永不纳妃封后。唉，这皇上对先皇后的情谊，真是比金坚比海深呐！杀人凶手，他想要的天下和后半生无虞都已经得到了，我亏欠萧瑾的也已经还清了，以后我和他再无瓜葛。
至于这个孩子，我会好好将他抚养成人的。阿福，你一定恨极我了吧？7年了，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，可你却从来不肯出现在我的梦里。皇上，朕叫你来，是想让你再算一卦，算算阿福的三魂七魄究竟去了哪里？朕到底怎么样才能梦见他？是。怎么说？皇上，这卦象显示，有一法子能让您见到皇后娘娘。什么法子？按这卦象所说，这官窍在那回天雪莲。回天雪莲？不错，3日内您必须找到9981朵回天雪莲，置于此地陵寝之中，献祭给皇后娘娘的魂魄。再过3日，便是100年一遇的7星连珠夜。待到那一夜，9981朵雪莲齐齐盛开之际，您便能在此看到皇后娘娘。此话当真？只是你也知道，这回天雪莲极其稀有，全天下也不过100株，而3日后的7星连珠夜更是100年一遇，不可错失。因此，你想要见到皇后娘娘，无异于登天之难。只是这次机会一旦错失，您就再也见不到她了。只要能让朕再见到阿福，便是18层地狱朕也闯了，何况这9981株雪莲呢？赵林，属下在。昭告天下万民，凡是能奉上回天雪莲者，一株赏1000两黄金。3日内，必须把9981株雪莲一个不差的送到这皇后陵来。是。这朵雪莲终于要开花了。神医说，只有集齐9981朵雪莲，娘亲的病就有救了。虽然现在只有1株雪莲，但只要细心努力，一定能救好娘亲的。我的病情好像又加重了。7年前的蛊虫和毒药，虽然阴差阳错让我捡回一条命，却也气虚血亏至极。现在能陪着欣欣的时间不多了。神婆经常都是来去无踪的，如果我不在了，欣欣又该托付给谁呢？欣欣，欣欣，你又干什么了？娘亲，你是不是又去割血，去教什么雪莲了？我都告诉过你多少遍了，那些神棍的话不可信。我以前教你的诈骗套路，你是一点都记不住啊？娘亲，欣欣不是不听话，神医说了，只有鲜血浇灌的雪莲才能救你的命。欣欣不能没有娘亲，欣欣不能让娘亲病重。欣欣，娘亲不是故意凶你的。娘亲只有你一个家人了，不想你受到一点伤害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娘亲一定会好好活着，照顾欣欣长大。好。皇上，已经2日，现在找到多少株雪莲了？禀皇上，臣以万金悬赏天下13州，已寻得80株雪莲，如今还差1株，便能完成献祭之礼。于明夜的7星连珠之时，您便能与皇后娘娘相见了。只要再找到最后1株，找，尽全力给朕找。只要能找到最后1株雪莲，朕可以赐下任何封赏。报！皇上，有消息了。说，有山野之人说，第81颗回天雪莲，他在村子里见过。好，甚好。幸得上天垂怜，朕终于可以和阿福再见一面了。哪怕是魂魄，这也求之不得。赵林，你亲自去寻来。那最后1朵雪莲至关重要，不能出半分闪失。是。这株雪莲终于开花了。叔叔，还我雪莲，还我雪莲！小孩儿，这是100两黄金，这雪莲我要了。这雪莲我要了。你别走，这是我的雪莲，我娘亲等着这雪莲救她的命呢。你娘亲？
你可知这雪莲是要献给先皇后的？你那山宫里的娘亲是死是活，能比得上先皇后的一根头发丝吗？求你了，大人，你把雪莲还给我，我娘亲没了，我也活不成了。小孩儿，这100两黄金足够你们母女花几辈子。9981朵雪莲，可是要献祭到皇后陵的。当今圣上爱妻如命，先皇后可是他的逆鳞，若是少了一株，皇上定会龙颜大怒，斩你满门。你和你娘亲可都没命活。你别走，你还我雪莲，还我雪莲！雪莲没有了，娘亲的病该怎么救她呀？9981朵雪莲，可是要献祭到皇后陵。9981朵雪莲，皇后陵。娘亲的病刚好需要9981朵雪莲，去了那边，我的母亲就有救了。皇上，如何了？最后一株雪莲已经找到了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。那9981株雪莲都已安全送至皇后陵，今夜便是7星连珠夜，您终于能跟娘娘的魂魄见面了。7星连珠，稍纵即逝，可千万不能耽误了行程。备车，去皇后陵。是。阿父，整整7年的阴阳两隔，我终于能再见你一面了。欣欣，欣欣，这孩子出去捡个柴的功夫又跑哪儿去了？莲妹子，哎，缝衣裳呢。哎，俺刚才在路边看到你闺女了，她让我给你捎句话，说她去什么皇后陵给你找雪莲了。什么皇后陵？自从7年前萧景以为我死后，皇后陵就成了禁地。欣欣怎么会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？她万一有个3长2短，我可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去找欣欣啊！这就是皇后陵，比真的山水还要壮观。是回天雪莲，1朵、2朵、3朵、4朵，真的有9981朵，娘亲的病有救了。皇上，臣刚才观天象，还有1刻钟就是7星连珠了。到那时，9981朵雪莲会齐齐盛开，您就能见到皇后娘娘。哎，这就是皇后的画像。这皇后的长相怎么和我娘亲长得一模一样？大胆，干什么？这人穿的竟是龙袍，难道他就是当今圣上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9981朵雪莲1颗都不能少，这千载难逢的7星连珠就这么错失了。为什么，阿父？为什么我拼了命的想要见你一面，可还是功亏一篑？又是你！你这小孩竟敢跑到皇陵里来偷雪莲，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我……皇上，这小儿毁了祭祀要用的雪莲，您看要怎么处置？七星之罪，皇上，7星采雪莲是要给娘亲治病的，您饶了欣欣吧。7星让您处罚，但是您能先让欣欣回去给娘治病吗？你说你还有个娘亲？她叫什么名字？我娘亲叫云芙。你说你娘亲叫云芙？对，这幅画和我娘亲长得一模一样。欣欣，欣欣，干什么？欣欣，哪来的山野村姑？这尊贵的皇后陵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。你放我进去，我女儿跑进皇后陵了。皇后陵乃是禁地，你女儿擅自闯入，也是难逃死罪。拉下去。是。站住！欣欣，娘亲，
欣欣，你没事吧？你急死娘亲了。娘亲没事，欣欣只是来给娘亲找雪莲啦。欣欣，你连禁地都敢闯，我再不管你，你是不是要上天了？阿福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怎么会认错你？你真的认错人了。娘亲，他是我爹爹吗？追寻着你身影斑驳痕迹，离别之后能再相遇。欣欣无碍，他不是。阿福，这是我们的女儿。欣欣乖，他真的不是。来人，在！阿福，这一次我绝不给你离开我的机会，把皇后跟公主送回宫。小姐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把皇后送回宫，好生照顾。说她少了一根毫毛，削我们的脑袋。是。小姐，你王八蛋！小姐，阿福，阿福，无忌。恭喜皇上，皇后娘娘体内的毒蛊已经完全清除，并无生命之忧。此言可真？那为何阿福还是这般虚弱？可能是娘娘生产时伤了身子，好在毒蛊也在娘娘生产时一并排出了。那要如何医治？雪莲丹吗？若一颗不够，朕可以用心头血再滋养回天雪莲，无论几处，朕都不惧。皇上不必担心，娘娘的身体已无大碍，只是这些年流落在外，一人谋生需日夜操劳，生产时身体的亏损迟迟无法补回，只需微臣回去开些进补的方子，调养几日便好。那你快去。是。终有一天重回梦里。这里是定北王府。深藏犹记的过往，举手拈一缕月光，陪你路遥寒夜长。一杯合景，一世情深，同甘共苦，比翼连枝。江湖杯酒味，只盼旧人无恙。太好了，阿福，你终于醒了。这7年我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现在还有装模作样的必要吗？难道7年前想要我命的人不是你吗？不是的，阿福，你听我解释。娘亲，娘亲，你终于醒了，我和爹爹都担心死了。欣欣，孕妇，她不是你的小姐。爹爹，小姐，当着孩子的面，你要干什么？带公主去花园。是，皇上。走吧，公主，我们去放风筝。你放开我，小姐，你到底干什么？难道你非要我死在你面前，你才甘心吗？小姐，你疯了！阿福，自你离开那天后，朕的心里已经空空荡荡了。阿福，大师说你的身子弱，急需好好调养。欣欣还年幼，就忍心看她小小年纪便日夜为你操心吗？你是我的皇后，入主中宫。无论是太医院的御医，还是这世间的灵丹妙药，我都会给你找来。欣欣是唯一的长公主，我会给你们最好的一切。灵丹妙药，中宫凤位。小姐，你凭什么觉得我需要这些东西？阿福，你听我说，7年前是场意外。够了，小姐。好，就算你恨毒了朕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只剩1年的寿命，你死了欣欣怎么办？她才6岁，留在朕的身边，她是尊贵的长公主，离开了朕，你就忍心看她年幼丧母，一生颠沛流离吗？我已经没多少时间了，如果小姐能真心待欣欣，欣欣也能有人照顾。可是，我能再相信到吗？阿福，
朕这一辈子只有你一个妻子。皇后娘娘，该进膳食了。这些膳食都是按照……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哎呀，皇后娘娘不见了！哎呀，不好了，皇后娘娘不见了！萧姐，曾经我能给的都给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我们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以为你出了皇宫就能离开了朕吗？你今天要是不放我们离开，我云府立刻就死在你面前。好，放你们离开。如果你敢离开皇宫，我就让你女儿给你陪葬。萧姐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欣欣也是你的女儿啊，你怎么能用她的性命来威胁我？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！3、2、娘亲，我害怕。1。小姐，你真是个疯子！我已经疯了7年了。哎，欣欣，这把匕首虽然没有开刃，但也很危险，以后不许再玩了。好的，爹爹。万一伤到你，爹爹可是会心疼的。还有，欣欣昨晚配合爹爹演的一出戏真棒。不管怎么样，总算把你娘亲留下来了。我知道爹爹费尽心思把娘亲留下来，都是为了治好娘亲的病。欣欣一定会配合爹爹的。欣欣真懂事。你放心，爹爹就算倾尽所有，也一定会把你娘亲的病治好的。可是爹爹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不怕娘亲以后记恨你吗？爱也好，恨也罢，我已经失去他1次了，不能再失去第2次。欣欣真聪明，才学1次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了。这要是放在现代，一定是清北的好名字。因为人家昨天爹爹叫欣欣写自己的名字，还看到爹爹偷偷写了好多娘亲的名字呢。谢谢啊，皇上对娘娘真是用情至深，这等名贵的雪莲也只是当个寻常摆件供娘娘消遣。名贵？虽然这雪莲花是不多见，但连我们之前住的山沟沟里都能长，真的这么稀有吗？是啊是啊，无极大师说过，这回天雪莲放眼世间也不会超过数百朵，开花则更是困难。如果想要雪莲提前开花，则需要用心头血浇灌7日。不仅如此，献出心头血之人必须以真情祈祷，否则即使心头血流干，雪莲也未必能开花。心头血连续7日浇灌。阿福，你别多心，昨夜本王并不是去见什么杜小姐。此事说来话长，待本王7日后回府，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7日后，王爷要去哪儿？阿福，你就安心在府里等我回来。看尽天光赐予我爱的伤。难道萧景离开那7天，真的是用自己的心头血为我滋养回天雪莲？难道萧景离开那7天，真的是用自己的心头血为我滋养回天雪莲？不可能，只要有元芳，他就能解毒。他怎么可能会用这样危险的方法救我？皇后娘娘，奴婢带小公主去偏房睡吧。偏房？为什么？欣欣不是一直和我睡一起的吗？因为皇上今晚要您侍寝。侍寝？是，娘娘，这是皇上的吩咐。您为了小公主，还是沐浴更衣，准备侍寝吧。果然，男人都是这么自私，只会利用女儿来威胁我。可
可是我不去的话，萧姐那个混蛋又要拿欣欣来威胁我了。算了，就当被狗咬了。去吧。来，小公主。过来，为朕更衣。他这伤口不会真的是……不仅如此，献出心头血之人必须以真情祈祷，否则即使心头血流干，雪莲也未必能开花。难道他真的为了我，用心头血滋养了回天雪莲？阿福，7年前并非朕要害你，只是回天雪莲被杜婉婉偷换，才让你承受无端之痛。不过无极大师前几日告诉朕，你身体的蛊毒已经完全好了。那我这些年日渐虚弱，那只是你生下欣欣后，体虚又连日操劳，气血两亏尚未补足。这几日喝的药，就是在调理身体的亏损。细心照顾，不日便可恢复如初。对不起，阿福，都怪朕没有陪在你身边。阿福，你放心，我以后都会永远陪着你的。小姐，我们终于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人的欲望总是无有穷尽，在切切实实的与你度过圆满的一生后，我依旧躁动，依旧贪心，仿佛过往种种都不足以抚平我心中的渴望和妄想。你是否真的不在了？上天让我实现了许许多多的梦想，如果我此刻许下一个关于你、关于我们的心愿，阿福，完美，杀青啊！老师辛苦，老师辛苦，来，向老师辛苦。来，把这个辛苦了，都搬走啊！杀青快乐，杀青快乐！辛苦了，老师，辛苦了。看这里，耶！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。如果说几百个世纪书写。